朋友们，你们敢相信吗？一路之隔竟然差别是这样子的。我现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，我现在在农村。大家先看看这些房子是属于河南呢，还是属于湖北？后面我给大家揭晓。然后这边呢，还有小车开出来了，看看这边成片成排的这种小区的房子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这在农村哪里敢想啊？看到后面没有？没有房子啊，这边就是农村的小别野。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，像这样的房子啊，在湖南和湖北非常多见。我老家就是这样的房子。今天呢，有幸给大家看到了。其实这样的房子，你说它没有城市里面房子好吧？错了，它有车库，免停车费；它有太阳能，免电费；热水器不用交电费，其他的要交电费。水的话自己打口井，不用交水费，什么都自给自足。但这边不一样，要交物业费，要交小区的管理费，还要交停车费，还要交燃气费，各种费用，其实成本挺高的。你看这一路之隔，天差地别，真的是长见识了。带大家好好的看看吧，看看这边湖北的朋友都种的是些什么菜。我现在准备顺着这个小路进去了，然后带大家看看，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那种果树，那种秋天的时候果实丰收的时候，苹果、一些橘子都免费的，不用去菜市场买。你看这种生活你们想要吗？虽然说这种房子呢是独栋别墅，没有物业，没有保安，在农村呢大家都比较朴实无华，不用担心这东西。在农村的时候，大门都敞开的，一天不在家，家里也不会少什么东西，因为农村就那样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无非就些家具家电之类的，但是拿过去又换不了钱，对不对？然后门口呢也可以种一些菜，看到没有？这边种了什么菜？大白菜。这边的房子是以前的老房，然后前面修了这种2层的别野，真的是舒心又舒服啊。门口一样的有车，停了一辆豪车，看到没有？虽然不是什么很贵的，但是在农村老家代步是绰绰有余的。反观这一边呢，这么密集的一个人流量，电梯的时候上下楼啊，还要等电梯，比较麻烦。万一东西丢了之后，就是说落在家里面没来得及拿，这时候跑上楼去又得花很长时间。这边就不一样了，随时随地进自己家。换作是你更愿意住在左边的湖北，还是更愿意住在右边的河南呢？看到没有？真的是一条大马路之隔，天壤之别。那边的房子更多的高楼，后面应该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吧。我也不羡慕这样的高楼，说实话，这样的高楼啊，就感觉有点像那个香港的九龙城那种房子，太密集了，居住体验和生活质量肯定是要更好一点。你看，虽然已经住上高楼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忘掉以前的那种习惯。在路边呢，还是种了很多的萝卜啊，这应该是萝卜吧？我没看错的话，是菜苔还是萝卜？好了，这边的房子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其实一般人没住过的还是挺羡慕的，都希望自己家里能够建像这样的高楼。其实这个房子呢，也是由于道路啊修建啊开发呀，然后把以前这样的房子拆了。其实河南的以前农村也跟这边的房子差不多吧，只是这边的小区的人呢，他比较幸运住上这样的一个房子，所以就恭喜这些业主吧。来日蒸蒸日上，祝两边的人民越来越好，幸福安康。也应该有亲戚吧，或者是跨省联姻，在这边应该很常见吧。走亲戚就跨了个省，真的是好舒服啊。